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喂，李周吗？周五晚上聚会，你来不来？李周正在忙碌着手头上的工作，一通电话突然打了进来，一听声音竟是大学同学周大军。两人这些年断断续续保持着联系，见面的次数极少，从他口中也得知了一些同学们的近况。应该能来吧？他工作忙，有些不太确定地说道。你还是来吧，这可是林婉婉发起的，你现在已经出人头地了，你就不想看看他的变化？听到林婉婉这三个字，李周的笑意渐渐收了起来，心里泛起一些旧影。他几乎放下了所有的恩怨情仇，唯独这个人是过不起的坎。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李周出身普通，父母都是本分工人，生活清贫却也踏实。靠着自己的努力，他考上了市里的重点大学，成为村里为数不多的大学生。也是在那时候，他认识了林婉婉。她漂亮、自信、落落大方，是全系的风云人物。他从未想过自己能被他注意，更没想过会与他走得如此近。但那段青涩的感情最终却以荒唐收场。在毕业前夕，他无意间发现林婉婉竟脚踏两条船。更讽刺的是，当他质问时，林婉婉却冷笑一声：李周，你也不看看你有多穷，你配得上我吗？这一句话时隔多年，依旧还在刺激着他的神经。既然是林婉婉发起的，他确实很有必要去看看那些老同学到底有什么变化。华灯初上，车水马龙的北京街头霓虹闪烁，一辆黑色轿车缓缓停靠在国贸旁的一家高档酒店门前。车门打开，李周穿着一身深灰色毛呢大衣，步伐从容地下车。酒店门口，周大军早已等候，两人握了握手，简单寒暄了几句，便一同走进酒店。电梯直上28楼，包间已经灯火通明。推门而入，十几个老同学已经围坐一圈，或举杯畅聊，或低头拍照，气氛正热烈。哎，那不是李周吗？人群中不知谁喊了一句，立刻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有人眼神一亮，也有人眉头微皱。只见李周一身深灰色毛呢大衣，内搭简单的黑色针织衫，脚下是一双磨得略旧的皮鞋，打扮谈不上寒酸，但在这群西装笔挺、裙装精致的同学中间，显得格外朴素。李周，好歹是林婉婉发起的，你就穿这一身来？一个身穿西装的男同学撇了撇嘴，笑着摇头。这是吃饭还是去修电脑啊？此话一出，引来一阵哄笑。李周神色未变，只是淡淡笑了笑，就只是吃个饭，不需要这么隆重吧？还没等话音落下，另一个女生接过话茬：哎呦，李周，难怪当年林婉婉会甩你，你看看你现在都什么品味了，连件像样的外套都不舍得买。人群中有人小声嘀咕着，一边偷偷看他鞋子上的划痕。又是一阵哄堂大笑。李周的眼神微动，扫了一眼四周，他没有生气，只是默默和周大军找了个靠角落的位置坐下。我就说你来会被人刺几句。周大军笑着小声说，你这低调到极致的风格不太适合咱班的氛围。李周端起茶杯，没事，习惯了。他的话语里没有丝毫波澜。也就在这时，门口突然传来一阵喧哗，林婉婉来了。这一句话瞬间引起了整个包厢的注意力，每一个人都看向门口。只见林婉婉挽着一个身穿白衬衫、腕戴金表的男人，踩着高跟鞋缓缓走了进来。
她今天化了精致的妆容，穿着一条鹅黄色修身连衣裙，腰肢纤细，仍旧保有当年的风采。哇，班花来了！婉婉这气质还是一如既往的惊艳，大家立刻围上去寒暄，在众人的拥捧，气氛又热闹了几分。林婉婉微笑点头，一边与人握手，一边说道：“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先生，目前是恒策集团分部总裁，他这边有个局，就陪我过来了，不会打扰我们的。”哎呦呦，那可是大集团啊！总裁啊，婉婉，你这嫁的也太好了吧！一时间掌声赞叹不绝于耳。陈总也不卑不亢地笑着打招呼。应酬一番后，也离开了包间。在他走后，整个包间的人都开始围向了林婉婉。林婉婉一眼瞥见角落里的李周，眼神微顿，并没有主动打招呼，而是跟其余的同学交谈。大家陆续入座，林婉婉坐在主位，李周依然在角落。有人递菜单，菜色全是鲍鱼、龙虾、雪花牛肉等高档食材，气氛中充满了炫耀和攀比的意味。林婉婉当即又点了几瓶红酒。就在放下菜单、酒单后，坐在对面的一个男同学突然说道：“李周，你现在在哪家公司啊？不会还在搞软件吧？”“是啊，我就懂这些，混口饭吃。”李周如实回答。“也是，你当年就是爱钻牛角尖，在学校创业基地搞科研，都黄了。你看看他们，哪一个不是大老板？婉婉也刚开一家公司，你要是有什么困难，你可以跟我们说，我还算是稳定，就不麻烦同学们了。”话音刚落，人群中又是一阵窃窃私语。他是不是还租房住啊？听说还没结婚，也没车没房。一个男同学抿着酒笑了笑：“李周啊，你现在的状态，别说婉婉，当年换成谁也不可能选你。”这句话像是一颗石子，激起更多起哄语笑。李周的目光扫过他们，平静的没有半点波澜。眼前的这些同学跟当年一样，毫无变化。这时，服务员开始依次上菜、上酒。金边的古瓷餐盘中摆着精致的鹅肝、香煎银鳕鱼、黑松露焗澳龙，一道道法式与日料融合的精致料理，在烛光中泛着诱人色泽。当一瓶茅台、一瓶拉菲1982年份以及一瓶红酒界神物罗曼涅康帝被服务员小心翼翼地拖上餐桌时，包厢内再次哗然。哇，这可是82年的拉菲啊，还有罗曼涅康帝，这得10几万吧？这顿饭得10几20万跑不了啊！林婉婉含笑抿了一口红酒，优雅地说道：“这些酒都是我点的，大家今天尽情喝，别客气。”话音刚落，一群人立刻热情地鼓掌。婉婉是真大气，这才是真正的大老板。谁说女的不如男？婉婉这气场，咱班当年第一花果然没选错。有人一边高举酒杯，一边目光暧昧地看向李周。一个西装革履、头发打着发蜡的男同学嘴角一勾，忽然说：“婉婉都请我们吃了这么多，你要是也请点啥，就算是一瓶可乐也行啊！”顿时哄堂大笑。另一个女同学摇着酒杯，眉梢带讽：“她一个程序员能请什么客？光是这一瓶康帝就顶她1年的工资吧。”李周举杯，不紧不慢地喝了一口，语气平淡：“是啊，我这点收入哪里请得起这么贵的酒？难怪人家当年选的不是你，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婉婉当年看人真准。”包厢里又是一阵笑声，夹杂着轻浮的调侃与莫名的得意。服务员这时继续上菜，精致的摆盘，金色的汤盅，
龙虾刺身、松露牛排依次铺满了整张桌子。坐在对面的女生挑眉笑道：“我们好歹都是同学，李周好不容易来一趟，你们老说这些干什么？”“是啊，别再挖苦他了。”另一个男同学故作正义地说：“你们还不如给他介绍一下菜品，免得他回去说我们让他吃了一桌街边摊。”语气虽像帮腔，却比嘲笑更难堪。他刚说，还真有人给他介绍起了菜品。这个是鹅肝，法国进口的，一小块就顶你1个月的工资。这是银鳕鱼，超市里买不到的，得专供渠道。还有这个松露菊奥龙，你知道松露是什么吗？不是你们单位那种黑蘑菇。话音刚落，又有人接茬：“李周，你要是吃不惯，可以点点炒粉，回味下你们程序员加班的味道。别说，今天这顿饭你要是拍个照发朋友圈，说不定还能唬住几个小客户。”又是一阵笑声。这种刻意的营造出来优越感，反而让他觉得有些可笑。周大军面色有些难看，轻轻踢了李周一下，小声说：“要不我们先走。”李周却不动如山，慢条斯理地夹了一块和牛，放入嘴里咀嚼。还行，肉质比我公司食堂的差了点，但也算用心。几个人听到这句话，都愣了一下，随后有人忍不住冷哼：“李周，你别拿你那点互联网圈那一套来装了，在这桌子上吹牛不花钱。”“就是说的好像你天天吃鲍参翅肚一样。”林婉婉看着李周，眼神微微眯起。他记忆中的李周是那个穿着地摊毛衣，见人就低头的土包子。可如今这个男人虽衣着朴素，却言谈从容，举止淡定，甚至在面对众人的嘲弄时毫不慌乱。他忽然觉得有些不安，却也说不出缘由嘛。或许只是因为他有些格格不入，能来参加同学聚会的，通常混得不算太差。周大军也是一个小小的科员，他跟李周的关系不错。这一次饭局应该是周大军邀请他过来的，很显然他是想靠着周大军撑腰。李周放下筷子，目光扫过众人，神情依旧平静。看来今晚这顿饭，我不光是来吃饭的，还是来接受各位的批斗了。众人听着这么直白了一句话，包间里面的气氛变得微妙起来。林婉婉故作大度地打圆场：“行了，李周，别多心，大家就是开个玩笑。我们也是觉得你太久没联系大家了，想拉近感情。”见他不再说话，众人兴致缺缺，低声说了一句：“这人是真傻还是装傻？看不出来这里不欢迎他吗？怎么还死皮赖脸待在这里？你懂什么？他一年到头也吃不到一顿好的，有人请客，不得多吃一点。”同学们不再关注他，各自喝酒吹牛，推杯换盏间，时不时夹杂着几句刺耳的调侃：“哎，李周，你这酒量不行啊，喝几口脸就红了，不像咱们常喝的。”“对呀，搞技术的嘛，平时估计就靠咖啡续命，哪懂红酒的层次感？他喝这个康帝，多浪费啊！”众人哈哈大笑。李周依旧低头慢慢吃饭，仿佛这场喧嚣与他无关。事实上，他在心里默默观察着每一个人，一举一动，每一句话，甚至他们举杯时眼底的轻蔑神色，他都记得一清二楚。在这场酒局中，不懂得表现的人似乎都低人一等，而坐在他身边的周大军却有些坐立不安。他并没有加入起哄，但也没有出言相护。他看得出李周的冷静不寻常，却也说不清那种强大从容从何而来。他夹了几口菜，喝了2口酒，偶尔偷偷观察李周，像是在等待着什么一样。林婉婉
一直维持着优雅的姿态，偶尔微笑，偶尔举杯，从容应对每一次话题。他没有刻意参与那些贬低李周的言语，只是始终保持一种事不关己的距离感。不过每一次开口都会指向李周。他吃完红酒烩牛肉后，优雅地擦了擦嘴角，看了一眼手机，忽然站起身：“各位，我老公喝多了，我得先回去照顾他，大家继续玩啊，下次再聚。哎，婉婉慢走，婉婉真是太辛苦了，改天一定再聚。”林婉婉微笑着点头，踩着高跟鞋转身离去。她前脚刚走，包厢里的气氛顿时松懈下来。呼，总算走了，端着半天，累死我了。现在终于能敞开喝了，别浪费，趁现在多吃点。有人立刻夹起大块牛排，有人直接灌起茅台，场面顿时变得粗放随意。也有人开始悄声议论起来：婉婉刚刚不是还说这些酒都是他点的吗？现在一转身人走了，账也没结全，应该去结账了。他都说请大家了，不过她也挺能炫耀的，还带着她老公过来，生怕我们不知道她有钱一样。一群人七嘴八舌地调侃着，语气中满是不加掩饰的落井下石。曾经的班花刚走不到10分钟，昔日的追捧瞬间换了方向，连豪横也成了笑柄。不知过了多久，服务员敲门走了进来，手里拿着账单：“各位，打扰一下，这是今晚的账单，请确认一下。”林婉婉只结了酒钱，剩下的饭钱他们确实应该要结。随后他们又看向李周：“李周，这顿饭是我们，你吃了这么多也吃够本了，千万别说自己没带钱包，我们可没钱给你垫。”一位同学接过账单，看了一眼，顿时一愣：“多少？8万。”众人面面相觑，都感觉一丝不可思议。不对啊，我算过了啊，不算酒，这顿饭撑死也2万块。对啊，我们也就是7、800，怎么就变18万？服务员解释道：“罗曼涅康帝市场价118000元，加上其余的茅台、拉菲，还有一批进口生鲜食材，总价188360元。林女士刚才只结了5000元，剩下的部分由在座的各位平摊，总金额是188000元。”气氛一秒安静下来，每个人也是大眼瞪小眼。开什么玩笑？他不是说请客吗？说的我们像蹭饭的。现在倒好，一人1万多。众人齐刷刷地看向哪一张很小的纸片，上面的金额犹如一颗即将引爆的地雷。他们原本还想着林婉婉请客能大吃一顿，没想到反被林婉婉坑了一顿。没人能够接受这一笔开销，不可能。我今天只吃了几片生鱼片，连酒都没碰，我要喝的可乐才8块。场面一度陷入混乱，争吵声四起，酒劲也瞬间被惊醒。经理无奈地挥手示意2名保安站在门口，语气客气却坚定：“抱歉各位，本店有规定，未结账前不可离场。”包厢的门砰一声关上，场面瞬间压抑。就在此时，角落里的周大军忽然放下酒杯，轻轻叹了口气：“李周，你装也装差不多了吧？”声音不大，却像石子落水，激起层层涟漪。装？大军，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不会是说这顿饭他要请吧？别开玩笑了，连我们都拿不出这么一笔钱。他那点死工资，连件像样的外套都没有，别说10几万，他能拿出1万我都服。讥笑声再次炸开，语气中满是鄙夷。李周没有过多的解释，缓缓起身，走到服务员面前，
拿起账单仔细看了2眼，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我先打一个电话，等我几分钟。经理不知道他要干什么，但只要有人结账，不管打多少个电话都行。李周拨通了一个熟悉的电话，他声音不大，却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面掷地有声。当最后一个字说完，包厢里面的人炸开锅，个个都瞪大了双眼。站在他身边的几个同学瞬间脸色煞白，犹如见了鬼一般。你这是要……李周拨通了一个熟悉的电话，他声音不大，却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面掷地有声。小杜，通知陈子川过来一趟天泽酒店，说我李周在这儿。另外，让财务先把酒水部分的款转到酒店账上。当最后一个字说完，包厢里面的人炸开锅，个个都瞪大了双眼。站在他身边的几个同学瞬间脸色煞白，犹如见了鬼一般。你这是要等人？李周语气淡淡的说完，重新坐回角落的位置，慢条斯理的倒了杯茶。10几分钟后，包间外传来急促的脚步声，门一开，林婉婉和她的丈夫陈子川气喘吁吁地走了进来，神情中带着未散的酒意，更多的是惊慌和困惑。陈子川一进门就对着李周略带僵硬地笑着：“李总，我来了。”他眼神死死盯着李周，脸上的血色逐渐褪去，喉咙蠕动了几下。按照您说的，康帝和几瓶酒的款项我们已经走公司公账处理了，剩下的是由同学们平摊。话音落地，现场鸦雀无声。刚才还在指点江山、高谈阔论的几个人，仿佛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张着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林婉婉更是面如死灰，她看着眼前这个穿着朴素的男人，嘴角还残留着他刚才讽刺时留下的那点冷笑，而现在他竟然是她丈夫的顶头上司，是他早晨还在嘲讽的程序员。他几乎不敢相信。李周，他的声音带着颤抖，强撑着笑容：“你就是我们公司那个创始人。”李周淡淡的看了他一眼：“你应该问你老公，他应该更清楚。”陈子川低下了头，整张脸涨得通红。他想不到眼前这个在聚会上连一件奢侈品都没穿的男人，竟然就是董事会直接汇报的那位新晋资本负责人，周恒科技创始人，现任恒策资本控股人李周。我不知道你是。陈子川声音发干：“我刚刚是真的没注意到。”李周摆了摆手，语气不带情绪：“没事，喝多了。说点实话也没关系。”周大军这时站了出来，轻轻咳了一声：“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他看了一圈，目光郑重了不少。李周，2005年财经大学毕业后留京打拼，最早在南城一家数据咨询公司做算法岗，后来跟几个朋友创业失败，欠了不少债，3年内搬过5次家，在地下室住过，靠在夜市摆摊，晚上写代码维持生活。2012年，他开发的那套自动金融预测模型被2家大型券商看中，签了第一笔买断协议，之后创建了周恒科技。3年时间，公司估值突破8位数。你们现在看到的恒策资本是周恒科技控股的投资平台，管理资金超过20亿，投资遍布医疗、人工智能、新能源等行业。话说到这里，周大军看了林婉婉一眼，又看了看那些刚才口若悬河的同学，语气缓缓：“他穿的是普通，但他已经不需要通过表象去证明任何事情。你们以为他低调是没钱，
其实是他早已不需要讨好谁，一句话压得现场所有人一时抬不起头来。林婉婉嘴唇哆嗦着，她忽然想起当年那场酒局，自己也是在所有人面前冷嘲热讽过他。那一晚的刺耳话语，他本以为他早就忘了，没想到他记得那么清楚，更没想到他不仅记得，还站到了所有人都够不到的地方。李周站起身，拿起账单递给服务员，帮我开发票，抬头写公司名。好的，李先生。至于剩下的各位，李周转身看向他们，眼神淡漠。剩下的钱就由同学们平摊吧，这么多年没见，大家还是没什么变化啊。他站在包厢门口，轻轻理了理衣角，我先走了，账我结过。话也说完了，他走出门时，整个包间安静的只剩下呼吸声，直到门关上的那一刻，包厢里仿佛才被重新注入了空气。他早就是老板了。一个男同学嗫嚅着打破沉默，语气里满是不可置信。原来那个写代码的真是我们班最有出息的人，我刚才还说他不如请我们喝可乐。大家脸上的笑意早已褪去，取而代之的是各异的尴尬与羞愧。有人低头喝水，有人神色发僵，有人干脆拿起手机装忙。早知道就不多嘴了。坐在角落的女生轻声道，脸色煞白，婉婉，你怎么没告诉我们你老公的上司就是李周？另一个人把目光投向林婉婉，林婉婉脸色惨白，握着包的手微微颤抖，嘴唇发干，声音像是从喉咙里硬挤出来的。我真的不知道。陈子川也没吭声，只是一口闷下杯中的酒，脸憋得通红。他虽然是分部新上任的总裁，但平时也只远远在集团会议上见过一次李周。照片里的他西装笔挺，坐在主席位上，而现在却穿着一身看似普通的衣服，坐在角落里。他完全没有认出来，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一晚那个他视为普通程序员的同学，竟是他真正的顶头上司。他不知道这一顿饭是否已经埋下了祸根，也不知道李周是否在意，但他很清楚，这次回去，自己的职位还能不能保住，都成了未知数。他握着酒杯的手开始微微发抖，冷汗顺着后背滑落。可他又隐隐知道，李周并不是那种公报私仇的人。从刚才他那句喝多了，说点实话也没关系，他听得出来，那是一种从不屑到宽容的态度，一种居高临下的冷静和克制。他只需要继续保持住业绩，应该就不会出问题。服务员重新走进来，小心翼翼地问：各位先生女士，剩余部分需要现在结账，请问谁来负责？这句话仿佛再度击打众人最后一根神经。不是他都结了吗？他不是说请客，他说结的是酒水，剩下的让我们约。周大军补了一句，语气平静，却如一盆冷水泼下。那也太狠了吧！可是他说的没错，这些酒确实是我们跟着喝的，我们自己点的菜，我们自己喝的酒，现在要分摊，反倒嫌贵。几个人你一言我一语，场面越来越乱，却始终没人站出来负责。就在这时，周大军默默站起身，从钱包里抽出几张银行卡，主动走到服务员面前，结了自己的那一份。麻烦你把我那份结了。他说话声音不大，却格外清晰。他结完账后没有多说一句话，只是望了一眼在场沉默的同学们，神色平淡中带着一丝厌倦。你们继续吧，我就不打扰了。说完，拿起外套，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他对这群人已经彻底失望了。从始至终他都知道李周的身份，
但从未向人炫耀，也从未想着从中分一杯羹。他和李周的友情维持了10几年，靠的从来不是利益，而是彼此之间最基本的尊重。现在想来，或许是因为他不曾攀附，所以李周才愿意一直把他当朋友。而另一边，林婉婉坐在原位，整个人仿佛被抽干了力气。他握着酒杯的手迟迟没有松开，掌心被杯角勒出一道红痕。昔日的自信、优雅，此刻都变成了讽刺。他不是没听说过公司有一位神秘的投资掌舵人，只是从未往李周身上联想。毕竟，在他的认知里，李周不过是当年那个在自己一句话下满脸通红的小人物。可现在，他才明白，真正的底气从不是高跟鞋和昂贵的红酒，而是那种即使被群嘲，也能静坐于角落，仍旧掌握全场的力量。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这一生也许都无法再抬头面对他了。然而，就在他陷入沉思时，一道略带愠怒的声音从旁边响起：“婉婉，你不是说酒都是你点的吗？你刚刚不是说随意喝吗？”“就是啊，你走之前说的那么漂亮，结果只结了5000块，其他都摊给我们，搞得我们以为今晚是你做东，结果现在一算账，比请客还狠。你是不是早知道他是老板，所以才演这一出？”指责声越来越多，有人面色难看地瞪着他，有人把账单推到他面前，语气夹杂着怨气：“你要是真请不起，就别装阔气点这么贵的酒。”林婉婉像是忽然被猛地扯回了现实，她张了张嘴，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能低着头，脸色苍白，眼神涣散地盯着桌面。那些曾经吹捧他的声音，此刻全变成了讽刺与质问。他忽然明白，自己看似主场的聚会，其实从一开始就不是由他掌控的。他咬了咬牙，抬起头，声音有些哑，却带着克制的坚定：“我确实说了请酒，我也结了5000块，剩下的酒钱是我丈夫结的。你们现在算一算，我出的比你们任何一个人都多。”包厢内顿时安静了一下，原本还准备开口继续讽刺的几人，神情也僵了一下。他继续道：“你们不是说耶吗？可你们点菜喝酒的时候，哪一个不是抢得最欢的？别什么都推给我，我装过，但这顿酒我也真花了钱。”他的眼神扫过众人，那种以往带着优越感的神情已不复存在，只剩下被揭穿也不再显眼的疲惫。他站起身，对经理低声说了一句：“谢谢你，账我们已经处理完了。”陈子川也默默站起，没有再看任何人一眼。两人一前一后离开了包厢。门关上的那一刻，包厢内再一次陷入沉寂，直到经理再次走进来，带着一丝职业而不失礼貌的提醒：“各位，其余 AA 的金额请尽快结算，我们这边的系统要在10分钟内完成对账。”终于有人皱着眉头站起身去前台结账，接着第2个、第3个，没有人再说话，每个人的脸色都很复杂，尴尬、后悔、羞耻、疲惫交织在一起。等最后一人结完账，包厢里已散去大半。曾经热闹的聚会，最终只剩下一地冷却的餐盘与挂在空气中的沉默。散场之后，包间的门缓缓关上，空气似乎也松弛下来。同学群里开始陆陆续续弹出消息提醒：李旭已退出群聊，张倩已退出群聊，孙明已退出群聊。每一条提示音都像是一声闷雷，在众人的手机屏幕上回响。有人看了一眼，也默默点开了退出，没有告别，
没有挽留，只有一种逃避般的静默。其实每个人都知道，人生轨迹早已不在同一条线上，有人高升，有人平凡，有人还在为生活奔波。同学聚会本是为了叙旧寒暄，一起吃饭，喝点小酒，回味过往的青涩时光，无可厚非。可一旦话题从友情变成了对比，从回忆变成了炫耀，那么饭桌就不再是温情的载体，而成了试探和角力的战场。那一晚的饭局，有人来是为了团聚，有人是为了看人笑话。当李周平静离场，把权势和身份都放在最后揭晓时，很多人才明白，最深的羞辱从来不是穷困或低调，而是你以为别人一无所有，却被狠狠反问，你又有什么？那一夜之后，有些人终生难忘，但也有些友情就这样悄然死去，在一顿酒席和一句句打趣里彻底破碎。回到家中，李周也注意到了同学们的一举一动，摇了摇头，叹息了一声。有些人曾以为可以一辈子不变，有些事却在一次聚会后被看清。我不是来示威的，他在心里轻声说，我只是想站在你们的面前，让你们知道，我早就不在你们定义的失败者名单里。他不怪谁，也没有要报复谁，只是岁月将人区分，不是以声音大小，不是靠谁笑得多，而是靠你真正走到了哪一步。而我已经走得够远，回头看看，只是确认我不会再被拉回去了。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